铁侠正式闪亮登场，这一身装备简直帅到炸裂，试问哪个男人能扛得住这波颜值暴击？随着推进器一点火，一道红金交错的身影直冲云霄。托尼这趟飞的不光是战场，更是自己过去犯下的错。此刻的格米拉小镇已经完全变成了人间炼狱，难民们只能幻想着有人从天而降来救他们。可惜这里既没有警察，也没什么法律。看着眼前即将被歹徒枪决的父亲，小男孩撕心裂肺的哭喊求救。就在他陷入无尽绝望的关键时刻，一道金属身影砸进了战场。托尼来了，他头一回以钢铁侠的身份杀进战场，没有废话，直接动手。他一拳就把一个歹徒轰上了天，反手再来一发掌心炮，顺手带走身后的倒霉蛋。然而这种倒霉蛋还不止一个，全被他一个个当场收拾干净。但托尼没想到的是，这帮家伙居然卑鄙到拿女人和孩子当人肉盾牌，威胁他放下武器。托尼假装服软，脑子里早就有了对策。只见他挨个瞄上那些反派，下一秒所有反派同时倒地，小男孩呆呆地看着那个高大的背影，这一幕大概一辈子都忘不掉。这时候躲在暗处的头目还以为自己侥幸捡了条命，但也只是他自己觉得而已。托尼一把把他从掩体后面拽出来，直接丢到了难民堆里。It's all yours. 但战斗还没完，他得把剩下的杰里科导弹全给毁了。结果没想到被一发炮弹打中，干脆利落地砸在了地上。托尼刚爬起来，又挨了一发穿甲弹，好在他反应够快，及时闪身躲了过去。既然他们这么热情，托尼也不客气，随手给坦克回赠了一份大礼。战斗再次打响，子弹乒乒乓乓地砸在战甲上，托尼根本不躲，冲上高空，同时锁定了3发导弹。掌心能量炮一轰，导弹立马爆炸，顷刻间就让他们灰飞烟灭。接着武器库也被一扫而空，托尼终于亲手清掉了一部分旧账。但这场高调的亮相也暴露了他的位置，军方雷达很快就锁定了这个不明飞行物，但因为搞不清他的立场，暂时没有动手。旁边的罗德赶紧拨了个电话过去。Hello. Tony, Who's this? it's Rhodes. Sorry, hello? I said it's Rhodes. Speak up, please. What the hell is that noise? Oh, yeah, I'm driving the top down. You sure you don't have any tech in that area I should know about? Nope. 罗德是空军军官，也是托尼为数不多真正信得过的朋友。他觉得能造出这种武器的，除了托尼家还能是谁？托尼本来想瞒过去，但军方已经派战机拦截了，没办法，只好老实交代。It's not a piece of equipment. I'm in it. It's a shoe. 罗德听完差点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，可他还没想好怎么应对，意外就来了。一架战机被撞毁，飞行员不得不紧急弹射。更要命的是，降落伞装置卡住了，一瞬间整个控制室安静的能听见心跳。就在大家以为飞行员必死无疑的时候，一道红金色的影子从高空中俯冲了下来，又是钢铁侠。他猛地砸开了卡住的伞舱，砰的一声，伞终于炸开了，飞行员捡回了一条命。这个举动算是彻底打消了军方的敌意，另一架战机停止了追击。托尼终于有惊无险的回到了家，擦屁股的活自然丢给了罗德。他轻描淡写的把这事圆成了一场演习，媒体也没再追问。当天晚上，卤蛋来到了恐怖分子头目的老巢，原来他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。而他这一趟来是因为听说对方拿到了托尼的马克1号战甲，他想量产这种战甲。战犯头目答应白送设计图，条件是卤蛋得给他一支铁人军队，但他显然不太了解卤蛋这个人。这家伙常年混黑帮，手段比他狠10倍。卤蛋手里有个小玩意儿，能让人麻翻15分钟，而15分钟足够他把一切痕迹处理干净了。All right, let's finish up here. 收拾完残局，卤蛋转头就让工程师着手复刻马克1号。至于能源从哪里来，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。另一边，托尼终于嗅到了不对的味道，他让小辣椒去办公室调出所有货运清单，想看看究竟是谁在和十环帮勾搭。对小辣椒来说，这已经不是跑腿那么简单了，而是在摸老虎的屁股。他当场撂下一句：“我不干了。”托尼满心委屈，如今的他看淡名利财富，只想弥补过错，保护被自家武器牵连的普通人。他追问小辣椒为啥要离开。 You're gonna kill yourself, Tony. I'm not gonna be a part of it. I shouldn't be alive. Unless it was for a reason. I'm not crazy, Pepper. I just finally know what I have to do. 小辣椒听完，心一软，又留了下来。他悄悄来到卤蛋的办公室，将黑入电脑的设备插上。可就在他偷偷拷贝资料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那是托尼被绑架时的视频。原来那次袭击也是卤蛋搞的鬼，真是狼心狗肺。他强忍住情绪，把所有文件都拷进了 U 盘。可进度条还没爬到终点，卤蛋竟然推门进了办公室。小辣椒的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
他强装镇定，拿报纸盖住设备，嘴里跟卤蛋打着哈哈，手上悄悄把电脑弄休眠了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所幸还是让他给糊弄过去了。接着他赶紧找了个借口溜了出去，顺手把设备也带走了。可他才出门，卤蛋就打开了电脑，屏幕上清清楚楚写着下载完成。他立刻明白自己暴露了，他当然不会放过那个女人，不过得先解决战甲的问题。他让人把方舟反应堆缩小，装进他的钢铁怪物铁霸王里当能源，可研究员说根本做不到，卤蛋气得牙痒痒，做不出来那就去抢。于是卤蛋直接潜入了托尼的豪宅，用同样的手法把他给麻翻了，毫不客气地取走了他胸口的反应堆。到这地步，卤蛋的野心已经藏不住了，他要吞掉整个史塔克工业。在他眼里，武器就是个买卖，人命就是个数字。丢掉反应堆的托尼只剩15分钟可活，卤蛋就是要让他慢慢感受什么叫绝望，还放话说要弄死小辣椒。托尼怎么可能坐着等死？别忘了还有个旧反应堆在那积灰呢。可他全身僵硬的像个铁板，站都站不稳，只能一寸一寸的往前蹭。好不容易够着箱子，体力又撑不住了，直接瘫倒在地。就当他快放弃的时候，盒子自己飘了过来，原来是机械小呆帮的忙。这时候罗德也赶到了，告诉他小辣椒已经带人去抓卤蛋了。托尼瞬间急得不行，赶紧穿上战甲。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感动我小辣椒，管你是谁，我跟你没完。可现实比他想的还要烂。马克1号的能源只够全速飞15分钟，更要命的是，卤蛋已经把那个反应堆塞进了升级版的铁霸王战甲里激活了。小辣椒他们刚走进实验室，就遭到了卤蛋的袭击，几个探员当场领了盒饭。眼看小辣椒也要凉了，托尼及时赶到。暴怒的卤蛋举起一辆路过的奥迪车，准备砸向托尼。托尼胸口蓄力，一发激光炮把他轰飞。险之又险地接住了那辆车，可没想到司机心里慌得不行，一脚把油门当成了刹车，直接把托尼撞飞了出去，顺便还给他做了个面部刮痧。托尼刚做完刮痧，卤蛋趁机又发起攻击，大概是能量不够，托尼被卤蛋按在地上好一顿揍，然后被一把甩飞出去，还顺势吃了一发导弹。好在马克3号的防御够硬，托尼一个空中急停稳住了身子。托尼本来想靠空中优势收拾铁霸王，谁知道下一秒铁霸王的脚底竟然也喷出了火焰。因为铁霸王是头一回飞，托尼断定他绝对没考虑到高空结冰的问题。两个人跟火箭似的冲上了夜空，托尼胸口的电量越来越少，闪烁的指示灯说明系统马上就要关机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速度更快的铁霸王从底下抓住了托尼，不过还好他们已经飞到了结冰的高度。 How'd you solve the icing problem? Icing problem. Might want to look into it. 可托尼刚落地，还没喘口气，阴魂不散的铁霸王又缠上来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早就把手套给甩掉了。没有武器的托尼实力大打折扣。没2分钟就被铁霸王抓住，差点被捏成了一管牙膏。托尼虽然靠着小聪明躲过了一劫，可眼下铁霸王的战斗力实在吓人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用楼下那个巨型反应堆，用它在过载时释放出来的能量干掉敌人。他让小辣椒打开反应堆所有能量装置，自己再把铁霸王引到反应堆上面。可现在双方战力差太多了，就连头盔也被捏成了一堆废铁。因为显示系统坏了，卤蛋干脆打开座舱，直接开始扫射。好在铁霸王的瞄准系统也出了问题，托尼这才侥幸没被打中。这时候小辣椒也准备好了，托尼下定决心要和卤蛋同归于尽。小辣椒万分不舍，可事到如今也顾不上别的了。过载的电源让反应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，冲击波把托尼震飞了出去，但也保住了他的命。卤蛋就没这么走运了，强大的电流贯穿了他的全身，能量光柱直冲云霄。等能量散去，卤蛋彻底没了意识，一头栽进了反应堆里，引发了大爆炸，当场被炸得渣都不剩。托尼也彻底没了动静，不过胸口那反应堆还在若有若无的闪着光。没多久，托尼伤好了个大概，小辣椒帮他安排了记者发布会，怕他说错话，还贴心的准备了稿子。刚开始他还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谎称那晚是公司的机器出了故障才爆炸的，结果记者一质疑，他差点露馅。罗德赶紧提醒他照着稿子念。 Truth is, I am Iron.